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 欢迎来到 Garden 365。很多朋友呢都很喜欢吃油麦菜，不过您听说过苦麦菜和甜麦菜吗？如果还没听说过，或者呢还没有吃过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种一下，尝一尝，相信您一定会喜欢上它。我们先用一张简单的图表来区分一下油麦菜、苦麦菜、生菜和莴笋，它们都是菊科莴苣属植物。那夜用莴苣呢，就是我们常吃的生菜；近用莴苣呢，就是我们非常喜爱的莴笋。介于两者之间的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油麦菜和苦麦菜。通过这张图片就看得更加清楚了，这是油麦菜，不是莴笋。虽然它也有杆子，但是杆子呢没有莴笋那么粗，我们最主要是吃叶子的。所以油麦菜和苦麦菜呢，介于夜用莴苣和近用莴苣之间，它们都有杆子，但却以吃叶子为主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油麦菜和苦麦菜都有哪些品种，它们都长什么样。油麦菜也称作 A 菜，苦麦菜中间这个麦字呢，也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。这个买字呢，并不是错别字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属呢，叫买菜属。例如我们野生的鹅菜，就是给鸡鸭鹅这类家禽吃的鹅菜，就属于这一类。它的味道非常苦，比蒲公英还要苦。虽然可以食用，但是人们一般不会吃它，因为确实是难以下咽。今天我们要种的鹅菜呢，和野生的鹅菜就不一样了，它没有一点苦味，而且现在作为绿叶菜食用的苦麦菜呢，大多数都属于莴苣属。甜麦菜呢，其实它也是苦麦菜的一个细分，它的口感呢不但没有苦味，而且还有淡淡的丝丝的甜味。这些分类呢，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，最主要还是种自己喜欢吃的品种。而且相同的品种呢，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名称和不同的写法。下面我们用图片来认识它们一下。这是油麦菜、圆叶苦麦菜、苦麦菜、鹅菜，也叫红心苦麦菜。这是甜麦菜。大家能看出苦麦菜和甜麦菜之间的区别吗？甜麦菜的叶子更加细碎，而苦麦菜的呢更加宽大一些。从叶子的形状，我们还可以分辨油麦菜和苦麦菜。油麦菜的叶子细长，相对边缘较光滑，没有很大的凸起的叶尖和芽尖。苦麦菜和甜麦菜的叶片的边缘呢，有很明显的锯齿状，而且它们的叶片的长度呢，要比油麦菜长很多。有的叶片的叶子很长，甚至超过半米。油麦菜的叶子呢，一般不会那么长。今天我们要种的是鹅菜和甜麦菜，下面就让我们抓紧时间吧。甜麦菜和鹅菜的种子的形状很相似，但是鹅菜种子呢要比甜麦菜大许多。种子我们先不进行任何处理，直接育苗，然后看看两个品种哪一种更容易发芽。种子我们种的深度是 0.5 到1公分，然后保持育苗和湿润就可以了。这两个品种的产量都非常高，所以每个品种呢我也只种几颗。播种后的第14天，甜麦菜都已经陆续的发芽了，而鹅菜呢只看到一个小苗，出苗呢要比甜麦菜慢许多。由于甜麦菜和鹅菜的出苗速度不一样，我准备这批甜麦菜呢和上一批的鹅菜一起移栽。这是甜麦菜的小苗，现在已经有2片针叶了，等到长到3片针叶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移栽了。这是鹅菜的小苗，中间叶脉的茎啊，我们可以看出是棕红色的。甜麦菜和鹅菜啊，它们都非常好种，对气候、土壤和温度的要求都不是特别高。只不过呢，如果太热了，超过25度呢，种子不容易发芽，这时候我们需要低温催芽。而且它们都能长很大棵，在移栽的时候，如果空间允许，我会保持间距在30公分左右。另外一个办法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种在小菜筐的角落，一个角就种1颗，这样它们细长的叶子呢就有地方可以伸展，同样呢也不会占用太大的空间。苦麦菜呢耐热又耐寒，
在新西兰的奥克兰，夏天的最高温度不会超过30°C，所以呢，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。不过在夏天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注意勤浇水，这样呢，苦麦菜的口感才会又脆又嫩。这次我在2个小菜筐的边缘分别种了2颗甜麦菜和2颗俄菜，一共是4颗甜麦菜，4颗俄菜。从种子播种到现在呢，50几天过去了，我们的俄菜长得非常的健壮，叶子呢也非常肥厚，而且叶脉之间棕红色的纹路呢也非常的清晰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俄菜也叫做红心苦麦菜。这是甜麦菜，叶片的形状、颜色和长度和俄菜的区别还是很大的，很容易辨认。有些地方呢也把它叫做苦麦菜，其实叫什么没有关系，我们只要把叶片的形状记牢，不要种错了就可以了。它们的叶子都很大，所以产量很高，几片叶子呢就够炒一顿，我们不需要种很多颗。等一下呢，我们用尺子来量一量，看看它们的叶子到底能有多长。苦麦菜呢性凉，它能够清热消肿、化瘀解毒，而且白色的浆汁中呢还含有苦苣菜精，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，同时还含有丰富的铁元素，可以有利于预防贫血。苦麦菜呢比较寒凉，如果胃寒的朋友呢，可以在炒菜的时候放一些姜丝，这样呢就能很简单、很容易的解决这个问题。其实每种蔬菜都有自己的食疗功效，我们在种菜的时候呢，可以多种一些品种，这样就可以补充不同的营养元素。采摘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加一些液态肥，我用的是蚯蚓的液态肥，这样呢，我们就源源不断的有苦麦菜吃了。下面我们用尺子量一下它们的叶片到底有多长。我们先来量俄菜，俄菜的叶子有42公分，42厘米长，两片都是一样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量一下甜麦菜，甜麦菜的叶子就长了，现在看下来有56公分，已经超过半米了。我们在超市买的油麦菜长度在35-36公分，没有苦麦菜那么长，可见苦麦菜的产量是很高的。产量虽然高，但是口感好不好，好不好吃呢？我们来炒一下尝尝吧。洗干净，简单的切成段，我们来清炒一下。开火倒油，让油稍微热一下。在等油热的时候，我给大家看看我们晚饭吃什么。这是丝瓜蛋汤，丝瓜是从院子里摘的。这个是水煎包，发面的水煎包，现在等它2次发酵。油热了就放入油麦菜搅拌一下，然后我会放一点蚝油，就出锅了，非常简单。如果你想放点姜丝呢，也可以放点姜丝。尝了一下，2个品种都非常好吃，而且放过调料之后呢，根本吃不出太大的区别。可以确定的是，由于它的叶柄够厚，所以呢，口感呢比油麦菜更脆。如果您喜欢吃油麦菜，建议您一定要种几颗尝尝。这2个品种呢，产量高，口感好，味道好，收获期长，
而且呢病虫害又少，所以今天呢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。这是我今天的晚饭，其中就有清炒苦麦菜，我要吃饭了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呢，欢迎您点击订阅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